丰田 Alpha 一台被无数明星大咖所热捧的神车，张学友、贾乃亮、刘德华无一不是他的忠实粉丝，就连天后王菲也是亲自前往 4S 店提车，引得一众商务车望尘莫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即使是顶配丰田 Alpha， 在日本原产地的售价也才不过40来万，怎么一到大陆就摇身一变，加价70万，成为100万豪车了呢？一辆销量堪称日本50宏光的车，为何一到国内就被捧上神坛，誉为保姆车中的战斗机呢？这期视频告诉你，丰田 Alpha 究竟是如何上位的，以及它在日本爆火的原因。相信你看完会对丰田这家车企有更深的理解。首先是丰田 Alpha 本身产品力过硬，霸气的外观、高端的配置以及舒适的后排体验，不知俘获多少明星政要的欢心。开超跑的未必真有钱，但能买这辆车的车主，通常家里都有好几把名车钥匙了。同时丰田也是精，把饥饿营销玩得明明白白的。据说每个月进口的配额也才只有400辆，每个经销商又有一定的拿车指标，往往一家很大的丰田 4S 店也才只有几辆的配额，东西一少，价格更贵的道理，大家自然都懂。当然，也许会有人问，丰田就放这么点货给国内，是没能力造这么多车吗？你清醒一点，那可是丰田啊！再说，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日本人，怎么可能对这么挣钱的市场机会视而不见呢？很多人也许不知道，在日本，丰田硬生生被卖成了50宏光。2020以106579台的销量拿下日本榜单第4名，暴打一众 BBA。顺便一提，这个榜单前几名也全都是丰田出品。丰田，我的超人。而这款车在日本之所以能卖得这么好，其实还是因为它的价格太香了。没错，比起大陆动辄100万售价，在日本折合人民币20到35万左右，可以说是洒洒水，想拿下真没那么吃力。同样，在这张销量榜里，你会发现冠军雅力士小型车、亚基锐子小型 SUV、季军卡罗拉紧凑型车，似乎哪一辆都离不开一个小字，并且售价还都是在20万以内。相比阿尔法偏高的价格，再加上近5米的大块头，是如何征服日本的呢？原因在于阿尔法这辆车很好的满足了日本普通家庭小长假出去踏青、泡泡温泉的诉求，周末可以带孩子出去野餐，好不痛快。这也是日本用户最看重的卖点之一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有这方面诉求的还真不是半泽直树里30岁怼天怼地怼领导的普通社畜，而是日剧里演那种会长级别没事就喝喝茶、打打高尔夫的潇洒爷爷们。阿尔法轴距3米的大空间，刚好能装下祖孙3代人，底盘低这一点也解决了老人家腿脚不好不方便上下车的问题。另外，阿尔法在大空间基础上做了号称有飞机头等舱体验的第2排，什么通风加热啊、座椅记忆啊、腿托、小桌板、车载电视，该要的统统都给装上了。试问有谁能拒绝一张行走的床呢？而在价格方面，目前日本企业大多采取的还是在公司待的时间越长，工资越高的制度，所以在日本街上颤颤巍巍买酒喝的老头，很可能都是退休下来的千万富翁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尔法更受老年人青睐，因为相对于中年人，老年人的购买力更高，同样选车，爷爷们显然更愿意，也更有能力为自己的腰花上几万块钱。提到黄金第2排啊，很多人瞬间就想到了商务市场。确实，阿尔法也是一众商业及政界大佬的心头好。大阪市前市长桥下彻、演员山田孝之、北川景子，甚至现任皇后雅子都在自家车库放了一辆700多万日元的价格，也不至于丢了面子。做着舒服的社交名片，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无聊且枯燥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借助这些名人在媒体上极高的曝光度，丰田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自来水营销。但是光凭咬住2拨人，项目组和丰田章男大家一起躺平数钱的话，阿尔法早在 SUV 的浪潮中被拍死在沙滩上了。丰田也不可能在日本稳住节奏，把一辆价格还不便宜的大面包卖成新一代皇冠。所以说阿尔法卖的这么火，主要还是因为没有车企，或者说没有车企有能力来和阿尔法抢高端 MPV 这块肥肉，就像国内商务车市场别克 GL8 独领风骚一样。当然和 GL8 的天时地利还有点不太一样，阿尔法设计最开始就是为了和老对手日产旗下的君爵抢高端 MPV 市场，但君爵2020一整年就卖了3652辆，和阿尔法差了整整26倍。到底日产是怎么会在这场大战中落败？丰田又是怎么后来居上的呢？要讲好这段故事，还得从 MPV 在日本市场的兴盛开始说起。如果要问世界上最早的 MPV 是哪一辆，看过一些资料的车友可能会说1984年克莱斯勒的捷龙吗？答案是 bingo， 正确，但又没有完全说对。准确来说，克莱斯勒的普利茅斯捷龙和道奇卡拉万系列把 MPV 这个概念提出来了。最早的 MPV 车是美国汽车和航空工程师威廉布什内尔斯托特在1932年造出来的。Stealth Scarab 看起来比大众的甲壳虫圣洁一点，所以叫圣甲壳虫。但是因为这车是手工制造的，一辆卖$5000都快顶上4辆顶级豪车克莱斯勒 Imperial Airflow。威廉再怎么耍皮，最后都只造了9辆。而日本开始造 MPV 比圣甲虫要晚一些，比克莱斯勒的捷龙要早上那么一点点。1975年东京车展上，丰田展示出一款 MP-1 的概念车，引人注目。皇冠的直六引擎，后门滑动设计，还专门配有专供轮椅上下的升降台。就算放到现在，这设计也能
拿出来溜一溜。但那个时候轿车才是王道， MPV 在人眼里就和榴莲味的棒棒糖一样邪恶，再加上大车身导致的油耗问题，就算想吃螃蟹也迟迟下不去筷子。最先开始量产的是日产的 Perry 和三菱的 Chariot， 也是因为这些原因销量不是特别理想。再看看造车比较积极的欧美市场，其实1984年的克莱斯勒在漂亮国推出 MPV 车型的时候，福特和通用也在吃瓜，等着克莱斯勒赔钱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捷龙当年就卖了21万辆，意识到小丑竟是自己的通用，赶忙造出了 Astro 投入市场，站上了炕。 Astro 也的确火了一把，当时的流行词 Soccer Mom 足球妈妈送娃踢球的时候，大多开的就是 Astro。一看美国这么热闹，日本车企也就蠢蠢欲动，重新开始动起做自家生意的念头。1994年，本田奥德赛横空出世，凭着不输轿车的驾驶感引爆了市场。看到这么有钱赚，丰田、马自达、日产纷纷入场。90年代后期，至少出现了8款同类型车，一时间引起了一股 MPV 的热潮。在这股 MPV 热潮中，日产卷了很久，结果发现实在卷不过别人，就开始另辟蹊径，瞄准了另一块蛋糕——高端 MPV 市场。1997年，初代君爵面世，依靠其当时看起来超炫酷的前脸设计以及豪华的内饰，大受欢迎，开拓了日本高端 MPV 的蓝海，也直接给丰田当时在市面上的一款热销 MPV Grand Via 来了一个降维打击。虽然1999年丰田又给 Grand Via 装上了气派的格栅，推出 Grand Hiace 和突人的 Hiace 来对抗，希望能靠颜值再打一打。但看了君爵的盛世美颜，谁还会再去看整过容的小家碧玉？第一轮的较量以丰田的完败落下帷幕。痛定思痛，丰田蛰伏了3年之后，2002年5月22日，第一代丰田 Alpha 面世。有趣的是，就在前一天，也就是21号，第2代君爵上市。丰田这个架势摆明了就要和日产对着干。而在这场交锋中，风向陡然一变。相比2代君爵的前置后驱 3.5 升 V6 发动机，初代阿尔法采用了前置前驱的布局，装配2.4升直4和3升 V6 的发动机，大大扩大了车内空间，减少了油耗。这里补充说一点啊，在日本除了买车的时候要交购置税，每年还必须按排量交汽车税，交的还不少。排量1升以下1800多块钱就能解决，但是要在6升以上就得交6000多块钱。所以说 Alpha 光是税每年就能比君爵省上1000多块钱。更狠的是 Alpha 的定价比君爵足足低了20万日元。除此之外，当时电影《杀手不太冷》很火，丰田就变身营销代师，请了主角让雷诺代言，甚至直接把他本人请到新车发布会现场搞了个见面会。看看今天刘昊然 vivo 发布会现场就知道当时场面有多火爆了。省油、低价、大空间、营销这些手段跟叠 buff 似的，一层层叠上去，高端 MPV 这片蓝海顷刻之间被杀成了红海。之后2004年君爵也追加了2.5升 V6 发动机，价格也往下调了调，但这些改动怎么看都是被丰田牵着鼻子走。等到2008年2代 Alpha 发布，把车型分成了 Alpha 和 V Alpha 2个系列， Alpha 更偏向商务， V Alpha 更偏向于运动，面向年轻市场。但无论是 Alpha 还是 V Alpha 都存在一个问题，在 Previa 基础上改的底盘实在太散了，散到甚至可以获得公交车般的颠簸舒爽体验，这让众多车友望而却步啊！而正是这一点给了君爵喘息的机会。另外2013年本田艾力绅退出日本市场，让君爵迎来了一波小热度。虽然听起来很惨，但其实当时日产的君爵除了没有采用前置前驱的结构以外，在性能上还是能完爆 Alpha 的。但是日产结构更新的速度堪比疯狂动物城的闪电，这就给 Alpha 再次进击的机会。2015年第3代 Alpha 发布，改善了第2代 Alpha 最大的底盘问题，终于从公交车变成高端 MPV， 还在外观上做了大胆创新。君爵当初被认为最炫酷的前脸，在 Alpha 面具前脸的对比之下，似乎就有点不够看了。从此两者的差距也就被越拉越大。那就有车友要问了，这不还有本田奥德赛吗？确实，前面提到的2013年本田艾力绅退出高端 MPV 市场，就是把接力棒交给了第5代奥德赛。第5代奥德赛虽然进行了巨大变革，设置了8人座的车型，装配了智能泊车辅助系统等功能，也重新设计了前脸。但是奥德赛最初走的是平民路线，相比最初就瞄准高端市场的 Alpha， 不上又不下，很尴尬。再加上设计的特点抢不过丰田 Alpha， 于是本田也做出了今年年底停产奥德赛的决定。其实我们平时聊 Alpha 也包括这期视频啊，总会聊到它的前脸设计，有人说它丑爆了，也有人说它酷毙了。其实这就和螺蛳粉一样，不管你接不接受它都会给你很深的印象，让你一眼就记住它。而这种风格很难让人联想到丰田。关于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，日本车媒感尊对 Alpha 的外观设计师鱼饺直在做过一次专访，访谈里有这么一段话，说现在的消费观正在走向两极化， Alpha 既然瞄准了高端市场，那就必须要赋予它新的高端的价值观。就像时尚和建筑审美一样，一种审美平衡的崩塌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。而 Alpha 这一路走来，也正是不断推倒重建的过程，推倒面包车的普遍认知，推倒前置后
趣的布局，推倒固有的保守外观。当我们把这种带有颠覆性的思维放到丰田这家企业上来看的时候，似乎我们就可以得出丰田延续100年的秘诀，那就是创新。但创新又意味着什么？重新设计产品，重新架构流水线，重新组织结构，实在算不上什么容易事。那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创新呢？我们或许可以借用丰田章男2020年社内演讲的一句话来回答：从未来的那一代里听到，多亏了那个时候的前辈们，才有了现在，这才是最浪漫的事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想听更多汽车故事，欢迎关注三驱兄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